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李延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右手边为您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元之，最近眼睛常过敏吗？会吗？就是天气如果说冷热转换比较剧烈的话，会过敏的。是吗？还是情绪面对到最近的这一波波情绪转换大的时候，眼睛也会过敏？也没事。你到底有没有哭啦？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哭啦。我那天后一堆人问我说还好吗？我真的没有哭，谢谢大家的关心。那天是因为我去参加一个就是板桥的里长跟侯友宜市长的一个行政治理的座谈会。那我就是看看说，比如说里长跟市政府的需求有没有中央可以协助的部分，我们来协调嘛。然后去了，因为我比较早到，去跟里长寒暄，然后记者就来访问我，然后就说：“你今天来干嘛？”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我过去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哪个里长他争取什么活动中心，哪个里长他要停车位，哪个什么都市计划什么什么，我们都做，我就讲一大堆嘛，然后。可能我觉得我那时候讲话的口气就是很诚恳啊，有感动到那个记者，所以那个记者因为被我感动到，然后他那种情绪之下，这是他哭不是你哭啊？他觉得我是不是有哭，因为他可能很感动，很想哭，所以跟我共情的，所以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哭，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是就眼睛过敏吧，然后反正媒体下标都是这样嘛，叶元之疑似哭，然后本人否认，反正就是不管我说有还是没有，他都要说我有嘛，对，所以后来这个误会就变成手术的高度吧，所以才过敏的吧？没有，那天就是我纯粹就是讲说我做哪些事情。OK， 好，可是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吗？那整个大半年封着好了，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大概已经送出了30分的左右。那有各个地方大概30分，那蓝营这个地方也送了，包括吴佩可能这个地区也送了第一个阶段。那不管怎么说，一直到20号以前，因为大家可能要赶着在就法以前，大概还会有很多份，是不是会往下送？可是总是我有一些大家瞩目的一些焦点，某种程度来讲，我不知道岳元之现在会不会已经是有点像当初明清之战的山海关，然后日俄战争的203高地，就是大家已经是势必要抢夺的一席，可是绿营已经直接放话。必杀蓝营6席，你如果算的话，常看我们节目就知道为什么是6席。因为如果民进党要在立院过半的话，必须要进多6席，变57席嘛，一定是这个样。那当然蓝营也有他们的另外一些的盘算，可是现在看起来，所有这些在过程当中每一个事件都可能会影响到最后一些的结果。包括在昨天你可以看得到，昨天连白银是不是都要加入这个战局？黄国昌直接喊话赖清德总统，直接说要不然就公开辩论，赖清德限期今天。民党中常会赖清德总统要做出相关一些回应，庄家，没有回应的，当然不会回应的。不过我要先补说，元之当然应该很感动。为什么？因为德不孤必有邻，经过他的努力之后，现在他有29个好邻居，对不对？有30个被送出来的， 30个被送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台湾呢也越来越接近美国的制度了。年中的时候，期中选举一半的国会议员，我们区域立委73个。你看现在搞一搞，搞不好真的30几个，真的会一半哦，真的一半哦，对不对？所以有个区域立委的一个选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过年要吃年糕嘛，才会步步高升嘛，所以大概黄国昌年糕吃多了，就觉得他高升了，所以呢，在这个局面里面出来呛虾了，以民众党代理主席2月15号很可能成为正式主席的黄国昌。他的位阶已经跟傅昆萁不一样了，我不是总召了，我是主席耶，所以他喊话赖清德。跟赖清德也呛虾，然后呛虾说你要给我讲出来讲清楚，而且限期今天，对不对？他其实是，然后我跟你辩论，然后当然很多人就讲说黄国昌的一个辩论，对不对？已经拖了好久了。到现在那个是林淑芬委员吗？林淑芬9个月，然后阿苗。对，王一川好像也有，黄玉川是从大学到现在，对，这要辩论，但是声势把他拉高，然后拉高之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现在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这个局面。已经不是要塞战了，是全面的一个战争。而全面一个战争，当然都是党和党的对决。那党和党的对决，当然现在因为区域立委里面民众党没人，所以本来跟你无关，可是跟你无关之后，你就被边缘化。那边缘化之后，他就没有叫板的声音，就没有2026提高自己身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要出来。所以你可以理解，现在这个局面已经是。大罢免，一直到今年，如果到了有补选的话，大概到10月，
这未来的都是这样一个大罢免和补选的一个浪潮，民众党当然要有存在感，所以他就出来了。那出来的话，以黄国昌的个性，当然不会就在跟你那个柯建铭喊话嘛，所以就把他拉高到赖清德，但是赖清德当然不会理他，那不会理他就变成这个局面。可是呢，这个整个碾压下去之外，后面的状况会是政党对决，蓝绿对决，所以不只是针对某些立委个人的仇恨值，可能会升高变成是政党的厌恶度的一个对决。这时候黄国昌当然就会选择要跳进来，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局都已经是变成一个新的局面，就是一个全面大战，一个即将开始。现在看起来的话，未来会不会真的上创下所谓的现在未来就是所谓的军团之间的对决，没有什么单打独斗的啦，或类似像这一些未来如果是两军碰撞的时候，那白营会扮演什么样一些的角色？黄光已经讲了，接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白营会有相对一些的作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作为？可是不管怎么说，你可以看得到，当这30份送出来，蓝营也送出了绿营的大概1会2会左右，像这样的一些送出去，到20号以前，如果再往下送的话，最近出现一些从年前总预算，然后一直到现在，大家现在开始，包括个别委员之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大家拿出来讨论，包括整体的，包括总预算这些，是不是拿出来讨论很多这样一些的状况？可是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任俊是从总预算一直到现在，有人在讲说，其实如果在总预算之前，选办法修正某种程度是添了一些的柴火，到了总预算。那等于是把大把的柴火往里面丢，它变成是这个样。而这整个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是野火燎原之势吗？一路往下走。大概从去年2月1号开始立法院几个比较争议性的法案，或者被拿来作为国民党喜欢讲说是被绿营在操作了就算是被操作也好，你会发现到那个其实没有办法像刚刚你所提到说大把的柴火点进来，因为那个大概就是一个情绪啦。是。可是对很多民众来讲事实上你即使去年那么多争议的东西，跟我本身切身相关很少啦。我真的必须讲了就说你立法委员要调查权要干嘛，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的，好，我们立法委员自己来嘛那个时候其实蓝绿的那个对决的那个壁垒是很分明的，也就是我支持蓝营的人，我就支持国民党我管他跟我有没有关系，我就支持嘛绿营的也是一样，那我就是反对你嘛。可是为什么总预算的这件事情会让刚刚主持人会有一个感觉说，是不是大把柴火添进来？因为很简单嘛，你看农历年前，大家在谈论总预算的时候是说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有多少亿被你删掉，那个叫做大水库嘛。大家只会觉得说，好吧，你就是砍掉了这么一大笔的数目。好，国民党的解释是说，不对，你不要把那个什么补助台电的给我放进来，拿掉，那1000亿拿掉。我只剩下砍多少？其实，在那个时候，多数人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大的感觉。但农历年后到现在，你会发现到，基本上大家谈论的已经不再只是那个叫做总预算里面砍掉多少了，而是每一个个别立委的提案里面，你针对哪一个细项，你说你要去冻结，你要去删除，你要去干嘛的时候，大家拿出来讨论。那问题就来了，这几天在这个国内讨论最多的就大 S 嘛，那大 S 引发的东西就是什么？大家抢打疫苗嘛，现在像我们家小朋友要想办法去排疫苗，刚刚打了20间的诊所排不到，也没有疫苗，今天讲说公费疫苗大概只剩10万剂，很有可能这个礼拜就会打光。像台大今天是直接出来讲说，他们的公费疫苗已经打完了，不好意思，连自费的都排不到，现在连自费都排不到你就算要不然全部都预约预约什么时候有不清楚OK。就说这时候突然丢出一张，告诉你讲说，不好意思在疫苗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原先在52亿多的这个预算里面，原先希望冻结1/20，叫做2亿7千万。虽然最后说只冻结所谓的1000万，对，国民党的立委赖士葆出来讲说1000万，跟他抓痒一样，又不是故意要去搞。你觉得这件事情的解释有意义吗？它没有意义啊。好，我讲实际的情况冻结1000万的概念就是说，好，不好意思我今天冻结你这1000万预算，你来跟我提报告，你来跟我提说明之后，预算给你解冻。我就问52亿多的预算，这1000万我就算不跟你报告，给你砍，对行政部门来讲有差吗？还好。我讲实话，我持平的讲可是对民众来讲有差开什么玩笑？你今天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尤其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民众的心情我先跟所有观众朋友讲，大家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对于打疫苗这些太过恐慌。可是刚才任俊讲到的，也是大家现在心情的反应。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不要说1000万。
可能你弄100万，他都觉得你是不是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所以当赖士葆出来讲说跟抓痒一样的时候，我真不太懂他为什么要去解释说那个跟抓痒一样。那对我来讲不是痒不痒的问题啊，那可能对民众来讲那是有没有命的问题啊。那这些东西，你说国民党所有人通通都要去承担吗？对，不好意思，就是要所有人承担，因为你是个别立委提案。国民党有多少个案子在这一段时间被提出来？个别立委的那个案子，对叶元之来讲，叶元之一定会觉得，哇嘛假，所以你知不？不是我提的。叶元之你还可以解释，因为我刚刚注意到蓝营有一直都在解释这些，对，你也觉得倒霉吗？也没有倒霉，我觉得大家有点资讯落差，因为他那当时是提案，他提案他的目的是希望公家机关来协调。其实提案完撤案的是非常多，在立法院实务的运作上面。对啊，所以在我们这一次看到的实务运作上面，就是前面都跟你说我要冻结一大堆，最后统一变成1000万。那你跟我讲它的意义是什么？民进党也蛮多这样。不，它意义是什么嘛？我讲实话嘛，我还是这样强调，就是说对民众来讲，他真正会有感受的，就是你今天动到的这笔预算跟我有关。你跟我说公视砍多少，我跟你讲，很多人无感啊。你今天动到的这笔预算跟我有关，你跟我说公视砍多少，我跟你讲，很多人无感啊。我们自己接触那么多这个朋友，接触那么多，大家回来反映一下说啊，公视到底发现什么代志？哇，听拢无啊，对不对？我顶多不看公视，就很多人其实会这样哦。可是今天你跟他讲说长照的预算，有人要给你动，今天有人跟你讲说，疫苗的要给你动，今天有跟你讲说什么东西要动的时候，你就完蛋了。元之刚刚提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资讯的落差。资讯的落差只有我们跟你们之间的落差吗？你们彼此之间也有落差啊。国民党的立委敢讲说那么多的那个案子，几千案里面，你都清楚知道每一个人提案是要删什么东西吗？没有人知道，我敢打包票。不然来赌吗？就你那么多的案子都是在那个3读前2天，有国民党的人跑去跟人家讲说，我们大家各自来送提案数，然后各自去砍那种。如果你今天要跟我讲说你是原审预算，为什么从1/20的2亿7千万变成1000万？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如果你真的认为他应该砍，你就坚持嘛。你没有啊。所以资讯的落差来自于什么？包含到国民党的在地的这一些，包含议员的层级，现在也反映啊，说你一开始在总预算出来的时候砍，好，民进党很会宣传，我老实讲，他很会宣传。他知道怎么样去抓到民众觉得有感觉的点。可是当这些点你基层被问到的时候，你的国民党基层也不知道到底立法委员砍了些什么，他也没办法跟他选民解释啊。资讯的落差难道只来自于说国民党说没有啊，因为民进党在操作了，所以民众很多都被蒙骗了或怎样？你们自己很多人也搞不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这个火当然继续往上烧啊。如果是任俊刚刚讲的过程当中，来元之，第一个刚刚任俊讲的，包括媒体上面，不管从这次的疫苗预算，很多的相关一些预算，你觉得你们冤枉在哪一个地方？可是我看到媒体上面，包括很多国民党委员讲说，党中央的反应是不是慢了一些啊？包括整个应对上面，不管是从总预算啦或者这些。你注意到今天赖清德总统那在民党中常会啊，他完全没有回黄国昌任何东西，这是大家预料之中的。可是他回了什么事情？他直接说了在野党牺牲国家利益，就中央政府可动用预算3动逾30%，他批说在野党牺牲国家利益。基本上他是国家的元首，那你说也是民党党主席，所以他在乎这些正常。可是为什么在今天他特别要讲这个？因为我刚刚就讲那个柴火堆到那里头的时候，预算就刚刚任俊讲的，它是某种程度会对罢免一定有帮助啊。你觉得赖清德赖主席会没事这么多东西，他就只讲这个吗？我刚刚讲，当然一方面因为他是总统，而另外一方面，他心里应该知道这玩意儿一定是对未来整个国内的政局会有影响啊。对他们，我觉得他们在操作预算这个事情，当然是跟罢免是相关的嘛，因为。我讲立法院的实务，当然我也是第一届哈，自己第一届第1年啊，我们参与。以前听那个资深的立委那个同仁讲说，他们以前也是提一大堆案子啊，然后接下来就进入朝野协商，朝野协商会协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就会把很多部会的首长叫到现场，然后大家就沟通，这也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嘛。那很多人最后他就会撤案，然后甚至于说，比如说本来是要删5000万好了，然后最后可能删1000万，这就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过去的做法是这样，所以不用表决那么多项。但这一次柯建铭他摆明就是没有要跟你协商，你们蓝白提多少我没有差，协商呢我就从盘古开天开始讲到你没办法协商，
让你把所有的案子全部送到院会去表决，所以我们表决非常久。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柯建铭他有在乎说预算少删一点嘛？他没有嘛？因为你如果在乎的话，你就协商嘛，一定会有减少的。就像我在一审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教育文化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民进党的立委一样，很多提案针对公视也有删的啊，3亿的我也有看到，民进党的立委哦，针对文化部的预算删，教育部的预算删，国科会的预算删1亿都有的。但为什么后来没有删这么多？因为每个有不同的意见，在委员会包括官员会解释，大家最后出去的版本不会那么多，这就是一个民主过程。可是柯建铭为什么不要这个民主过程，宁愿去表决？因为他就觉得我就让你删了，你删5000亿、6000亿、7000亿我没差了，但是这些我到最后拿去操作说，你看蓝白在乱删预算呢，所以呢我们要罢免他。那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知道柯总召在你眼中，柯总召是刻意，感觉上是要挖个坑让你们跳，你们为什么要跳？因为我们觉得有一些删的本来就是应该删，只是说他们很多是去扭曲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像刚刚仁云哥讲的疫苗，最近很多人都在讲大 S 会因为流感过世是因为没有打疫苗，有人有这个说法啊。可是问题是那个疫苗，我说假设大 S 他要打公费疫苗哈，公费疫苗我们现在打的公费疫苗，现在还有存量的是什么时候采购的？是去年4月采购的。那请问一下。这个没有打流感疫苗跟蓝白3预算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但是这样的谣言就不断在扩散。然后，那当然有人会说，可是你们这样子删了以后，之后大家都没有疫苗打。但问题是，就是今年年底的时候，对，那是不是会有影响到？那今年会不会有影响？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去删疫苗的费用啊。好，那民进党就讲说，可是你们是有删什么广宣费？问题是删了广宣费之后，其实广宣费用还是比去年多。我就问大家啦。你们有没有看到任何的广宣是跟叫大家打疫苗有关的？我是没有什么印象啊。然后，那至于说为什么刚刚仁勋哥讲的，一开始某个别委员的提案个别委员提案，他是因为那个提案内容是因为他发现疫苗的执行率很低，大概只有10%。第二个原因是卫福部自己承认，在去年8月的时候销毁了1000多万剂的 COVID-19 的疫苗。那你这个你买那么多，最后没有打出去，然后销毁掉。那这也是一个资源浪费嘛，所以冻结完了之后，请你来报告，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提高执行率，然后不要买了又销毁，这个就本来就是立法监督的手段。好，重点是这个个别委员意见，他最后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因为他在我刚刚所讲的民主的过程当中，最后也有人有不同意见嘛，就说服了他们后来也没有坚持。这就跟陈玉珍委员一样，陈玉珍一直被23亿删那个公司补助23亿嘛，那这是他个人意见，但是他进入到那个民主的过程。我们党团也有很多人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子，那其实实际上是怎么样，对不对？那大家沟通完之后，结果就是另外一个。可是现在被打的都是个别委员一开始的那一个提案，然后叫大家全部概括承受。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一般人真的不懂，比较不了解，就是立法委员的他的这个程序到底是什么。那我是觉得现在，因为现在太多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我们社会真的变得非常的对立。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刚刚讲到。就是比如这个最新在网络上最热门的一个话题路易莎咖啡厅，为什么路易莎今天变得非常红？因为有那个霸团要在那个南投埔里的路易莎外面，他们可能那边他们说他们有消费，但他们消费是借桌子在整理那个罢免的名册。那后来路易莎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这边不欢迎这种党派的政治活动，就是等于是请他们不要再来这边做这个罢免相关的流程。结果路易莎被出征一堆这个青鸟呢，去给他洗负评，然后给他1颗星，然后抵制，然后甚至青鸟讲什么？青鸟讲说，你完了，你路易莎以后没生意了，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有10万人联署，这10万人呢以后都不会去你们喝咖啡了，就去出征路易莎，然后还讲说路易莎你这妨碍一般民众实施民权，为什么呢？因为选办法规定实施民权的时候你不能阻碍，你的桌子不借给我们整理名册，就是阻碍我们实施民权，这也太荒谬了吧？那下次我要到那个将军他们家去那个整理名册，然后将军把我赶出去，我说，你这妨碍我实施民权，不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台湾就因为这样的，反正我不爽你，所以我就一讲你坏话，你也不爽我，就一讲我坏话，那讲去台湾现在就是只有立场，连这个基本的，我觉得这种做生意去为难人家，这是要干什么？要回什么？所以刚刚元智说，因为很多人不懂立法院的运作了所以这个导致到所有的落差但我不敢讲说我们特别懂啊，好歹我们看立法院的时间应该比元智看立法院时间长元智刚刚讲了一段话说，因为这是个别委员的提案，所以他提案提出来之后，后来大家再跟他沟通完了之后，他也做了改变。
请问这件事情是应该在这个阶段做吗？他要提案之前，他就应该跟党内先行沟通啊。就像你都会说，陈玉珍把他丢到那个公司的那个是在文化，你自己在教育文化委员会，你也都不知道他事先要丢，这个是你前面必须要去做完沟通。在总预算最后的那个阶段里面，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去讨论这种个别委员他在搞不清楚状况之下，或者他个人觉得说，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删？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在搞这些事情？而他应该在这个阶段发生吗？对不起哦，就我自己跑地法院建议，他不应该在这个阶段发生。OK， 他在提案之前，他就应该要先跟党内进行沟通。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国民党现在大家都必须要去承担这些东西？是因为当你今天还要为这种，那不然委员制干嘛？刚刚一直在强调，那叫个别委员、个别委员、个别委员、个别委员。委员会中心主义制不是这样的。可是现在不会有人管个不个别委员，对嘛？现在是整体氛围上你现在整体是这样，你今天再出来解释说啊，就是那个委员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啊，我们跟他沟通完之后就撤掉了。为什么他有这个奇怪的想法之前，你们不能先跟他沟通，而他也不愿意先跟你讲？有多少这个几千案的案子是因为这样子累积站在桌上一大叠嘛？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整体的国民党，来，燕凤，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啊，包括朱立伦也讲说，国民党那这个会期要推的叫民生法案。那当然，国民党媒体上也有讲说，有一些国民党委员也跟党中央或是跟党团讲说，是不是大家不要再推很多敏感性的政治法案或什么？可是现在看起来做这样的事情还来得及吗？因为整体的分文系，或是从上一次不管预算或再往这些法案延烧到现在，看起来的话。尤其对很多民团推动这些，他大概不会觉得你们是认真要推民生法案吧？我觉得国民党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为什么现在会演变成这样？就是一开始国民党就想要用所谓的暗海战术，在立法院里面，然后来瘫痪行政权。如果假设你们都知道说，什么我们柯总召设了一个坑在这边，然后你们就全部都往里面跳，国民党有那么笨吗？那如果那么笨的话，还当立委吗？现在大罢免里面有一个都是不适任的立委，那什么叫不适任的立委？就叫笨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觉得是适任吗？这个是事后从民进党造谣这一条龙的事情来推估说他当初动机是这样。一开始总是认为与人为善啊，讲这种话要负责任。我怎么知道民进党那么会造谣？那你不能谁造谣的是你们国民党？还有我刚刚很多都还没讲哎，老农今天那时候造谣说老农今天领不到，然后体育署的预算被删，就造谣说运动员出国什么就不能搭商务舱，一大堆啊，那不胜枚举啊！我怎么知道我那么会造谣？对，我再回过头来讲哈，就是说今天朱立伦他一直去强调说，我们现在要讲说要提民生法案，那我又给大家看哦，这根本就是狼来了嘛！好，就是每一次从今年呐，去年呐，2024年2月15号。他们也说在花莲开会凝聚共识，要有民生法案为优先。6月份韩国瑜也说民生法案为优先，到了年底11月的时候也说民生法案为优先。好，那我就要问去年一整年国民党到底提了哪一些？我就念6个就好了哈。选罢法、财划法，然后呢立法院职权法、限速法，再来还有什么？中配6年变4年。党产的修正条例，这些等等，哪一个跟民生法案有关系？再来还有什么？中配6年变4年，党产的修正条例，这些等等。哪一个跟民生法案有关系？这些全部都是所谓的高度政治性的法案。那我们现在就看嘛，你今天立法院开议了，接下来你们国民党要提哪一些案？好，如果讲说民生法案这些的话，明凤是国民党一些委员，尤其现在有30个已经送出来，到2月20以前应该还会有，可能真的会过半的一些，大概全部都送出来。国民党委员是也有危机意识了吗？所以包括跟党中央啦、跟党团讲说，不要再一天到晚弄一些的政治法案、弄民生法案为主吗？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当然你看到黄国昌那时候，黄国昌不就讲说，那个删预算一定会删到让大家很有感，真的很有感。但很有感的是国民党的委员啊，因为白银的都不能动，然后蓝营的人会不会因此就会讲说，不管是个别委员提案或什么，到时候他们当白银的也算到蓝营的头上去，个别委员也算到所有的委员头上去，最后结果就变这样了。对啊，所以这个国民党就在背
黄国昌的债啊，他自己不晓得吗？你说每次都个别，太多的个别就是整体了，好不好？对啊，那史上最113的个别就是一个立法院，就是一个立法院。我常说，我们看立法院到预算的要二读会之前，都会在那个8楼大会厅里面，然后预算委员会的召委跟财政委员会联席，然后去审到然后才送二读会嘛。可是今天不是啊！你们今天丢了3000多案子交给柯 P 要朝野协商，不是柯 P 老柯交给老叶要协商，那老柯不中风吗？然后你自己那好，你们自己是国会多数，你自己召委跟财委也可以在那里先删一部分，再送二读会嘛。可是你们现在不是啊，你们现在都胡乱的送二读会。反正经过这个委员会出来都有文件保留，所以你们今天说啊，这个案子到最后也没有通过，但是实际上面它都有留有这个存档嘛，都有存案嘛。那你后来这个大家现在传言说，白银现在丢出来的什么最后的一份什么统删的跟什么也是国民党叫的，就说因为国民党说我们删不够了，你们民众党再删一点来，这个东西那不是两个人这边害谁不知道嘛？不晓得是这个国民党要把白银拉下水，因为他要删预算删多一点，没有想到黄国昌提这种吓死人的案子，然后又把国民党又拉下水了，所以两个人就互相背债。可是现在蓝营跟白银如果真的合作的话，在未来整个大罢免上，会不会也是他们会觉得，如果大罢免蓝营跟白银两个人一加起来，会胜算变得比较多？他们会不会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你现在白银没有阿北之后，我觉得。我有差过年这样巡遍，我觉得就是有人就会分2股嘛，一股就会继续留在蓝营里面，一股就是留回绿营了啦。那所以说，你当然投票的时候，那些还留在蓝营当然是会帮你投，可是白营也有一些心机啊，对不对？你如果蓝营罢掉几个，那个选区如果很蓝的，然后呢罢掉之后。可是呢，绿的也选不上，那就换我白的来啊。那我搞不好从8席可以有区域立委变10席啊，我为什么不能吃掉你几颗所谓马炮啊什么之类的？这是下三国棋的意思。对啊，白这局弄成这样就会变成三国棋嘛。那所以说，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文宣叫什么？再怎么野蛮也不能够删预算嘛，对不对？这是还是郑运鹏弄的啊。这个东西就是当时陈水扁的朝小野大删了1成的预算，1成就跟今年差不多一样。可是所以，但是问题是人家没有笨到说删到科目，然后让你去捡到说可以说哦，你连这个也删，连那个也删。可是那一次的文宣也非常的有威力，可以就是帮后来选举的时候帮了这个民进党拿回一些席次。所以说，那你们这次什么科目那个都是这个。一针几，这都是记载的很清楚。然后现在连什么中部的办公室也不能运作啦。然后呢，而且中办还大辣辣贴了个公告，对，剩99%嘛。然后最重要的是花莲的东办也不能运作，然后花莲赈灾后的后续的运作人员通通撤离。那请问一下，这个账要算给谁？傅昆萁嘛。所以我就说，你整个预算删成这样，这是这一波引起大家愤怒的原因。那你总统大家说你总统为什么表态？总统这样子算表态了？当然了，这样子就是表态了，是啊，对啊。他用党主席身份表态嘛？对嘛，他就已经算是表态，已经吹号角了。你觉得这个是在吹罢免的号角？对，他过去都不讲啊，对不对？过去还是讲说我们先走宪政程序，罢免尊重民团。可是他现在明白讲啦，这个删预算的东西危害到国家的安全啦，这不叫吹号角响了吗？所以说你也现在然后国民党就一直在纠结说，这是侧翼做的啦，好，那是民进党的做的啊，什么这有用吗？反正联署数都已经堆那么高了，反正2阶段就是会过了啊，然后就是会投票了，那管谁做的？所以那你现在有很多人他很害怕。哎呀，我们可以开始做民生法案，然后呢，我们那个某个松山的还会说我们还有疫苗没打完呢，他就是怕他骂他说删减疫苗预算。那如果你不怕的话，你干嘛去同框蒋万安，然后又去帮叶元之什么拍照？这个你要不要直接讲？你在讲徐巧芯吗？徐巧芯嘛，对。然后徐巧芯就互相帮忙啦，对，就去帮叶元之。我也不晓得他是帮正忙还是帮倒忙，他就带个摄影机进去就看他，然后我们就看到远远的叶元之。然后我也不晓得叶元之今天为什么要穿裙子，这个不是那个是人形立牌啦，那个是我出席一个活动的。所以我讲说这个不是真的叶元之，是假的叶元之。然后我们就随着他
影片进去，我们好担心服务处真的没有人哦。可是果然看到一个人，那个小姐在那边服务这样子。然后呢，徐小英就说：“你看吧，我们月之真的有开门哦，服务处有开门哦，还有工作人员哦，怎样？”可是你就这样的服务处，一般来讲，你看岩凤的服务处是不是真的只有一个人？我觉得这种服务处真的是太诡异的服务处啊，对不对？我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我先解释一下徐小青为什么会去，就是因为霸团在造谣说叶元之的服务处从来没有开过。然后他看到他没跟我讲，去了之后我助理还跟我说，徐小青刚有来。然后那徐小青那个时候在健身，他说他看到那个时候他在健身，健身之后他看到那个新闻。他就忽然间就跑到我服务处去突袭，然后拍影片，然后所以那个霸团其实就真的就造谣，说什么我们服务处从来没开，我不知道为什么连这种谣都造得出来。你现在更小心的是，黄国昌也是帮你站台，没有开啊，那里面就一个人啊，第一个就是位置也没有，没，第一个打脸那个他们在造谣，第二个就是那服务处到底要长什么样子，大家才觉得 OK？ 因为我服务处是你看到那个是门嘛。门进去之后是有小姐，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会议室，民众来了他可以坐在外面，他也可以到里面的会议室，然后有一间是我的办公室。那重点应该是大家觉得我服务的好不好吧，而不是说我服务处长怎样吧。那至少我觉得我服务蛮多人都觉得，处长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没有人这样子，一个假人一个真人。对啊，因为很多人找我服务，为什么一个假人一个真人在里面呢？而且我觉得这个年代，这个重点不是服务处长怎样，因为像我服务处有2个，我另外一个服务处是1楼，就看起来就是比较大。我后来就把它全部贴镜子，为什么？因为我想跟社区的妈妈结合，他们可以来练舞什么之类。反正现在的形态本来就是不同风格，而且绝大多数找我服务的很多都是在网络或者打电话来服务处的，其实在我的案件量不算多。对，这整件事情，元智你要简单回应一下。刚刚敏凤认为赖清德总统，因为他今天是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在中常会直接批说在野党竞争，敏凤觉得这个是吹起了罢免的表态有强硬的态度了，你觉得是吗？过去不一样了。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是或不是都 OK 了，但是我从头到尾都认为这个大罢免就是赖清德要的。对，因为柯建铭，很多人都说，哎呀，柯建铭跟赖清德是不是不同调？两个人是不是有心结？我觉得没有，两个就在唱双簧。从头到尾就是赖清德要的，否则赖清德不能换掉柯建铭吗？柯建铭是什么工作？他是总召，立法院总召实际上就是做党和党团的桥梁。赖清德是主席，要把柯建铭换掉易如反掌。如果柯建铭一直捣蛋的话，就把他换掉就好了，还要跟他再唱反调，就从头到尾就是也是赖清德希望大罢免嘛。所以你说傅昆萁跟朱立伦是唱同调？我觉得没有什么唱反调的问题啊，我觉得没有唱反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本来你说这一次大罢免，我同意敏凤姐讲的，就是会投票嘛。所以大家也不用，我觉得大家不用再想说，有没有可能我2阶没过，我低调一点，然后什么？不可能的，好不好？因为只要有政党力量介入的罢免，一定会走到最后。像基隆的那个谢国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谢国良当时1阶过了之后，到2阶中间，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声音，大家都以为说他不会过。后来民进党就下令党公职介入啊，没几天马上就过了。那过了之后，你不要造谣，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党中央下令，没有这件事情，所以真正造谣的是叶元之，没有基隆市的，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这样子的指令。因为你是台北市议员嘛，我不知道你从哪边听说的，因为如果有的话，我们党中央可能会有一个公文啊，你们的基隆市议员当时有没有去帮忙联署？有没有？没有啊，人家是帮忙收联署数，不是帮忙联署，表面上都是这样啦。像以我那一区就1阶政党力量就介入了嘛，我们联署站都罗志正帮忙找的，那个人都知道。然后民进党议员到处叫里长收联署书啊，我如果随便讲，他们可以出来反驳我啊。民进党议员在我参加公祭骚扰我，这个我讲过啊。然后我现在不管做什么，民进党的议员都要制录影片传给媒体，然后骂我2句，然后煽动罢免。这民进党力量早就介入了嘛，所以罢免只要民进党的力量介入，一定会进入到投票。OK， 那进入投票，大家比的就是谁的票多，谁的票多了嘛，所以。政党就是当然有一部分也是要靠政党的力量，那到时候国民党也是会进来。没有，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哈，岳元之刚刚一直讲说什么我们民进党的力量介入，这完全不是事实。第二个，到底什么政党的力量在介入？那我先讲，现在他们所谓的罢吴什么4骑士，全部都是国民党的什么青工会啊、青年军啊，甚至连国民党台北市的党部主委在昨天团拜都把这几个人介绍上去，就说这个就是我们2026年准备要选议员的候选人之一。那什么叫做政党介入？国民党才是摆明的，就是用政党介入这一场罢免的人吧。民进党也是啊，我讲一个明天我们的领先人从来没有一个是民进党籍的嘛。明天的活动，
钟嘉宾跟 VKR 的引力开一个记者会，准备要挂一个罢免看板。你这样力量没介入，钟嘉宾是国民党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不用再演了啦。钟嘉宾跟 VKR 的引力开一个记者会，准备要挂一个罢免看板。你这样力量没介入，钟嘉宾是国民党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不用再演了啦。柯建铭直接讲这个会期叫罢免会期，我就问啊，任俊哥也是跑国会的，敏凤也跑国会，你有听过罢免会期吗？我只有听过法案会期跟预算会期啊。还有说你立法委员选出来是为罢免那个不同对手的，都已经公开成这样，还要演说我们跟政党没有介入审预算的方式好不好？不是，我说有没有听过罢免会期？罢免会期就是你们示范的啊，就算你们示范这个，我这要讲说都已经公开成这样子了，民凤言凤都还没有接受到这样讯息，我是觉得还蛮奇怪的。开始了，扩权法案跟预算法案的审没有，我们在讨论罢免，现在这个又扯到人民的权利。那你政党有介入，干嘛不承认？可是将军现在看起来的话。不管说赖清德总统的以党主席身份讲的这一段算不算发起了冲锋吹起号？可是这一段的过程，现在看起来，当黄商直指要赖清德总统回应，然后甚或说白银会有相对应的作为，当朱立伦以自己演讲，国民党要以战止战，当民党直接媒体上面喊说有民团人直接说必杀6席，大家现在对原之在我们节目很公开，前面就讲过了。他一定会走到第3阶段投票了，他最起码对自己有这个认知。其他那目前的29席里面，会不会一定走到第3阶段，我不知道。但有很多，我相信应该会。现在就是整个国内真的就是像创下讲的，跟期中选举一样，一个大罢免潮一定往下走了，就是这样。我们在台湾这么久了哈，面临过这么多次投票跟罢免。各位大家有没有看过像这一次这么大场面的罢免？我从来没看过。我真的，我活到50多岁哦，我第一次看到台湾有这么大罢免的场合，第一次。你知道昨天 Thank you 在我们节目里面他讲的那某种程度，他那是总统级超过总统级，因为总统还有3个人在选，或2个人在选，他那是只有1个人。对，然后全国所有的人都在他身上，每个人大家讨论的都是他，他都不知道他何德何能，为什么他会一个人攫取了所有人的目光。但是昨天他越讲越气，越讲越大声，讲到最后你就知道那个被罢的过程的压力，甚或被罢完以后心里面，对还是会有些不平啦。会，这个我很早就说过，只要是民选出来的，小从里长大到总统，没有人不怕罢免。我也经历过，没有不怕的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么大场面的，我第一次看过，是真的。大概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单位有过像这样的大场面罢免。那这么大场面的罢免推动，真的是某一个政党推得动的吗？你如果跟我说这是民进党推，我不相信了。民进党这么大的力量，2024会被国民党打败啊？国民党那整个立法委员的席次就压过他嘛。如果民进党这么厉害，他不会被国民党砍成这样。所以你要说这些民团、这些民间的组织都是民进党的，我个人不相信。那你说？那有一点肯定啊，他是讨厌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国会的表现，很肯定他们很讨厌他。那为什么这么讨厌？那我有常在想，如果今天角色互换，今天执政的如果是国民党，提出大罢免的如果是反过来嘛，我就说角色互换嘛，现在是大规模过来这个罢免由国民党来执政，今天国民党的反应会像这一次卓荣泰当院长反应的这样吗？其实卓荣泰院长还有整体的民进党的反应，我觉得是厉害的。我真的觉得是厉害的。我常常会用军事的思维来看政治哈。我们军事要做一个大型的战略，会考虑什么？考虑到我们的命令要如何下达。第一个要告诉你状况，前面有什么状况，我面临的状况是什么。再来，我会把任务做个描述，我要夺取这个山头，或是要夺取这块高地。然后再来就是作战构想。作战构想里面有很重要的2段。第一个就是我全班要怎么办，初期做到什么，中期做到什么，末期做到什么，然后再就是各部队任务，很清楚。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卓荣泰院长也好，民进党也好，充分掌握到这种要领。第一个他对于所有这个在野党对于预算的这个审查，真的是标的的精准。因为你要去跟民众讲，像原之是立委。任俊是资深的记者，他对于立法院的运作是了解的。
可一般老百姓平常讲没有这么了解，根本不了。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我们2个议员都没那么了解嘞，因为议会跟立法院的整个程序还是差很多的，对，连我们议员都不见得了解。可是他却能够让民众感受到我受害了，这厉不厉害？他直接宣布说，再砍怎么可以砍社福？怎么可以砍体育？怎么可以砍健保？怎么可以针对最后连手语老师都没有了？那国民党就讲，那乱讲的造谣，对，民众听进去了，民众听进去了，这叫什么？这叫做各部队任务，部队任务里面有关于文宣的，民进党也好，行政院也好，全部都出笼，让民众听懂了。你跟民众讲啊，这预算多少钱，动多少，砍多少，在什么状况下可以解冻，要院会还是委员会，没人懂啦。你就直接告诉你，连手语老师都没有了啦，连店门都开不了了。然后那个中部办公室就贴个公告，还剩几天？对，就那个公告说他只剩7万块钱，所以说你到中部的人如果办护照，说没有办法。然后东部中心也这样，也就是说，您的意思说他用最简单的言语。去让所有的老百姓感受到对你的生活开始有影响了。对，蓝营虽然一直不断的去做解释，但是因为解释要花很多功夫。没错，蓝营的解释，我直接讲太不接地气。那就是民进党的侧翼，你还给来点新的好不好？对不对？他这次提了一个说什么？为什么3卫福部的预算？这是张启凯提的啦。为什么3卫福部的预算？因为都图利特定媒体。那民进党这真是厉害。王一川那天跟我讲说，哇，特定媒体里面有一个是什么爆米花？这爆米花不是民众党吴春成的太太开的吗？张美惠，对，明明白白啊，他就可以抓出来。那国民党就抓不出这些东西来，为什么张启凯一提，民进党就抓出来了？而且正中要害，自己人打自己人。所以我告诉你，所以张启凯大义灭亲很对呀。对，做得好啊，对。可是如果因为他也是壮士太，对，如果王一川不早出来，谁知道啊？对，所以我说这就是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会用很简单、很精准的落点，让全民知道。张军刚刚讲这段，元之，你们在媒体文宣上面这么弱吗？就是这些过程很弱。我觉得我们有进步了，有进步，有进步也是一种有时候。也是遇到的，就说怎么又有这个谣言？然后大家图卡才出来，但是我们做图卡的速度有比较快的有快。国民党一直是跟着人家在走啊。你砍预算的时候是主动，可当人家发出反击，在给你做一些相关的文宣的时候，国民党永远是跟随着脚步在走。你知道跟随着走，永远都落后。我将军讲，我同意了，因为我们也有在思考。我说像这些谣言，我们真是澄清不完的，就说。像比如说大 S 过世，马上就有个谣言说什么蓝白是因为蓝白3预算的关系。我们马上就做一个图卡出来，这是谣言，然后有澄清，这速度比过去快很多。可是如果我们一直是说，有谣言澄清，谣言澄清，那战场永远都不在我们这边。然后只要民众看到一个他相信，然后我们有澄清到了，我们其实就受伤了。所以现在也有在思考说，应该要把话题语权抢回来，应该思考别的议题。你们是很认真要推民生法案嘛？因为刚刚连凤就直接讲说，林俊宪委员说，讲这个就好像台北人约吃饭一样，可能有的观众不太懂什么叫台北人约吃饭，意思说台北人在讲说，任俊什么时候有空啊？大家吃个饭吧。好，就过去了。对，就讲完就算了，意思啦。台南人不会吗？林俊现在歧视台北人吗？我不知道，因为他讲这段的意思是大家说我去台南的话要联络他。台北人太忙了。对，所以你们是认真要推民生法案吗？可是这个节骨眼就算认真推民生法案，可是那个怨气如果已成怎么办？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去年也有推很多民生法案，只是说大家没有吵架，然后没有推挤，大家不知道所以我随便讲嘛，比如说80岁以上长辈免巴士量表，这个就是一个民生法案还有比如说运动产业相关的条例啊，然后防止那个赌球的，其实很多可以不是列举很多出来了，但是因为他没有吵架，大家看到媒体上面都是什么选罢法、限速法、财划法推来推去啊，就觉得说好像一直在吵，一直在打，大概是这样。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少一点这种对立比较激烈的法案，就可以凸显民生法案被大家注意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应该要努力的方向。不过现在看起来，创下，如果接下来往下走呢？我刚刚讲，下周还会有一波送件，然后再超过10案，现在已经30个，这样就40个。如果算一算，那个区域委员73席，算一算就已经过半了，会出现蓝到爆的惊喜选区，然后包括这一次看到一些画面是连深蓝的选区，一般觉得蓝营强势区。那也被送件送的非常的多，那是出乎大家一些想法。可是蓝营上王宏维直接讲，国民党最重要就是1席都不能少，反制莫名其妙的大罢免，国民党都非常欢迎。
白银这个地方，那黄鸿昌你刚刚听到嘛，他就是叫赖清德总统，然后能够告诉社会民进党反对啦或什么，如果要公开辩论，他随时奉陪；如果都不做，白银会有所谓的相对应的政策。所以现在看起来，某种程度上来说，当蓝营说1席都不能少，绿营是讲说必杀6席，你自己评估看这些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基本上，我觉得中间的变数，因为到了10月，我们在推时间嘛。对，先第一阶段审查，然后60天，第二阶段大概是5月底520之前会出来，然后再过来就再一个第3阶段投票60天，所以大概是暑假前后会投票，然后投完票之后就8月9月左右，7、8月左右，差不多，然后3个月内。20天到60天一定要补选，所以3个月内又要补选，所以这1整年的战争，所以它确实是很长。但是呢，现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出了状况是什么？就是整个国民党喜欢把头伸出来给人杀，所以才会造成现在国民党整个状况都没办法。因为我原之在面临罢免的时候，有一家私下问我，我就跟他讲，与庄家对赌必输，有没有？对啊，那你们现在你刚才讲说反应很快，还是跟庄家对赌嘛？反应有进步，有进步嘛？但是你庄家对赌必输嘛，包括刚刚讲的那个中部办公室，其实你去问一些懂得政府预算科目或什么业务费跟那个业务不全然相等，但是你自己伸头给人家，伸出脖子给人家砍，对，然后砍了以后，中部办公室就告诉你说我现在停止啊，对啊，你会让全世界看到，因为我们一直讲说我们的总预算，我们有防呆机制，就算没过，我们也被关门，今天就告诉你，我们跟美国一样关门了，那冲击有多大？那这冲击，这个什么？如果我今天必须要办个护照，我必须从台中坐高铁，或者是台铁据说要涨价，那他的心里会不会有多少怨恨？然后中部呢，那个整个赈灾，对不对？沙卡当到底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来说我现在没有车子可以派出去了，你觉得大家的想法是什么？今天就告诉你，我们跟美国一样关门了，那冲击有多大？那这冲击，这个什么？如果我今天必须要办个护照，我必须从台中坐高铁，或者是台铁据说要涨价，那他的心里会不会有多少怨恨？然后中部呢，那个整个赈灾，对不对？沙卡当到底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来说我现在没有车子可以派出去了，你觉得大家的想法是什么？那国民党的问题出在哪？这个行政院办公室是当年国民党设的，为什么要设？当然后面是有很多你说有酬庸的事情，大家有质疑过，然后或什么，可是当时是因为动审嘛，动审之后才发现说很多的业务县市无法单独承接，说这里对，所以才设了这个行政中办，然后后面再扩大到南办。那你这个时候你国民党总要有一点智慧嘛，你至少讲一个人，讲一件事情就没有。所以这个东西罢免，但是现在呢，民进党人担心说会不会像跟谢国良一样，后面谢国良变乖了，然后很乖了，然后对不对？然后就冷却期，就会有冷却期。不会，这次不会，这次不会，因为这一次里面刚刚你讲到说是他们在做的准备是什么？这一次当初参与罢免谢国良的有个技术指导团，全面的在协助这些民团，然后当初参与罢免韩国瑜的也有个技术指导团。所以在民团后面，你不要小看 Internet 社群的力量，他们现在做的多仔细。为什么徐小新现在还没送件？因为他们在做查核，怕的是送出去被退件，所以他们现在做准备，而且他们现在收的话都是以2阶段的目标，对，所以2阶段一定过，对，因为他们现在收有很多都是2阶段，然后1阶段就已经收到大概快2阶段的，对，2阶段都一定过。所以到时候绝对不会是什么3到6席，因为那是民进党说希望3到6席可能就过半吧，民团现在不是这种论述了，可是这里面也是民进党的压力，为什么是压力？因为现在整个领导论述的主导权也不在执政党，是在民团，那民团就会直接的往前继续冲，所以民团会继续往前冲。那当然了，你会看到王宏威或黄国昌他们就会，大家都预估了一个状况嘛。罢免投票率过50%都很高，但是今年这个局面，他们大家都预估了，可能罢免7、8月的时候，加上又放暑假，学生有空的很，可能是类似县市长投票权，投票率，所以那这时候他们就寄希望于蓝绿对决，所以他们在喊话就是希望蓝绿归队，然后当然现在这个蓝绿归队里面
整个在状况里面，后面一个变数是在哪里？当蓝绿归队的时候，个别委员有些行为，什么中止啊什么的，可能都被稀释。可是整个政党的被讨厌度、被厌恶度，将是对决的一个关键。OK， 明凤，昨天明凤，昨天那个谁，钟小平中远在节目讲说，你有提出一个理论，觉得送30个、40个。有必要这样送吗？如果精准一点，送个譬如说15个，对，这样子是不是比较精准的一些？蓝营现在的策略叫精准打击，包括2个原住民委员。那吴佩益的第一阶段送出去了，不知道吴思瑶他们会不会在20号以前要送出去这些？那绿营现在看已经是30个，如果再送10个，就变40个。也就是说，几乎蓝营的区域的，包括无党籍的，都在这个里头。当然，也有人讲说，这里头一定有几个是指标性的，譬如。黄阳明就讲说，叶元之是国民党的指标，国民党一定要保他。对绿营来讲，有人讲说，叶元之是要拉倒国民党所有立委的第一张骨牌，所以都在推在他身上这个地方。绿营相对也有这样一些人，所以叶元之这么重要，是吗？叶元之普通重要，好不好？不，主要是那一席好拿嘛。你这样讲，他没有很开心。没有啊。钟小平干嘛提到我？钟小平又提叶元之是男一啊，对啊，他说他是男一，女一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我觉得民进党也不要把这个所谓的战局扩大到40席啊，那个太大了，因为你没有办法贝多利分一定是这样，对啊，你没有办法集中嘛，你的重点是要达到57席，那你就要算说你会丢掉几席，然后你可以拿几席，对，你可以拿回来几席，有些地方你即使罢掉那个人，可是回来人补选以后还是国民党，对，所以你要算精准，然后你这样一个15到20的规模这样的战场，投票率会高，然后呢，你经费会用到比较节省的地步，不会40席这样子狂乱撒一通，那没有用了。所以说你的战场就像将军讲的，他们就要打仗一样，你的战略目标要设准。当然，现在民团就是有这个，今天19，下礼拜有11席，30席嘛。对。那30席里面，你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有指标性的，有些是像吴佩益，我不讲叶元之了吧，我讲吴佩益好不好？可以啊。那就说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动摇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的地方。那你就要下决心嘛。譬如说台中市的6席，还有桃园的4席，那些都是桃园6席成过了。对，但是你们有些是吕玉玲、万美玲那种就不用考虑，就像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吴佩益比吴思瑶容易？因为就是像你新科的立委，你可能扎根不深，然后你在这个地区呢，可能2023年的风向是吹向国民党的，因为大家本来就是因为觉得要政党轮替，那你推出来的候选人太烂了，所以才没有行政权没有轮替。可是你国会至少是轮替了，可是但是今年到2025年，它的风向是吹不一样了。所以你说你刚才这个将军讲说主论述还是民进党的手上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那些民团是很可怕的。我没有看过，如果民进党的什么侧翼啊，或是那种什么民进党的人可以像民团这么灵活的话，我觉得民进党今年就发了。可是你看看那个徐小花那个小姐，她每天头上就带个柿子，对，就针对她嘛。然后呢，这2张牌，一个是蒋中正，一个是蒋经国。你拿反了，对，他们虽然都睡觉，不能拿反。那请问这2张牌，民进党的党工或是侧翼会拿得出来吗？他们讨厌这2个人，讨厌的要命。可是今年的民团在做这个反罢免的时候，他们说要拿这2张，他诉诸反共嘛，对，进眷村。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这样，你国民党说有进步没有用的，你让国民党我觉得进入政党的人，基本上他的思想都是制式化了啦。所以说，你现在为什么这股风会吹在这些民团身上？过去我们觉得说掌握流量密码是白银，可是你现在发现罢免的这股风的流量是掌握在这些民团，它不属于任何政党，也许他也不一定是未来是民进党支持者，他只是讨厌你国民党这一年的表现而已，他觉得你真的是太过分了而已，删掉我一些，譬如说，这个昨天不知道谁跟我在旁边讲说，龚总跟商总应该支持我们，好像就是小平哥吧，小平叔，一定是他，对，应该支持我们。我说那你们为什么龚总跟
跟商总这次出来挺民进党的预算呢？你们显然预算3到天怒人怨嘛，否则龚总跟商总大家笑说都是蓝营的附随组织啊，所以。我没有啦，我不敢得罪这些人。我是说，他们以前都比较一定是支持蓝营的，可是这次是预算竟然站在你们对立面，所以你们应该检讨，就是说你们预算为什么会删成这样子嘛？所以说，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民进党你也不要太高兴。如果你没有精准加指标性的话，你一定要有指标性，就是说罢免谁就是罢免傅昆萁，罢免谁就是你觉得这些口号有用？有用，罢免傅昆萁就是罢免黄国昌。其实黄国昌不能罢免，你要把它讲出来，因为他是仇恨值嘛，对不对？那所以说，如果你扩大战场的话，那就散了。我是觉得现在的困难是收拢战场不可能，因为我每天都跟那些民团在一起嘛，那些口号都是民团讲的，已经讲了1个月了。民进党根本跟不进。我跟你讲，民团他们现在已经冲到前面去了，你收不回来。现在是民进党怎么去跟他们做合作，他们还未必相信民进党。不是，这个是有层次的问题啊。民团都只会是在一个比较不是空气战的表面，但是你真正要弄到，就像还是要组织跟还是像3Q 那个选区一样，要用组织下去，用组织才有政党嘛。OK， 没有，我补充一点哈，就是一直在讲说罢免哦，这个罢免团体他们是只管罢。他没有管，他不管后面到底选罢完以后补选谁会当选或不是他的事，他是对人，我就认为这个人不适合当立委，我就要罢掉你。至于罢掉你以后是蓝绿白谁当，他不在意，他只要让这个人不要再当立委。所以我说他的这个行动，你说是政党后面推动，我个人不相信啊，因为他没有说我例如说我罢掉了 A。我决定 B 要来顶，没有，他没有预备人选，就是罢掉你。那我有问过他们。我说，如果你罢掉了这个国民党的，后面还是有国民党当选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啊，只要这个人不要在国会里面就好。至于谁接他，那不是我的事，那是民意的事。所以我才说这一次的罢免，可能会成功很多，但是会让国会的颜色改变吗？我觉得我并没有那么乐观。也就是说，你觉得民党很难进赢6席？对，你要进赢就是罢掉蓝的变绿的，我觉得不容易。但是要罢掉好几个蓝的，我觉得不难啦。OK， 我觉得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讲过，没有一个政治评论员，也没有一个政治从业人员看过这么大的场面，这是第一次。所以你认为说可能做不到，说不定他做得到。可是现在看起来，来元之，我们大家很现实的来看，为什么这次好了，有人讲把元之的重要性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小平口中叫南一嘛，这个过程，因为这几个是大家现在讨论很多的，包括第5选区台北。是吴沛忆，所以民党被蓝营点名的。OK， 那因为萨卡都39%，他拿39%多，钟小平34%，然后虞美人23%。2024你这个选区，然后你是46%，然后罗志正44%，然后刘淑婷9.13%，然后另外李彦秀这个是因为他在过年期间联署的那个联署书吓到大家，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出现了2万，好像2.3万左右？对，那。他的得票也是萨卡都嘛，他的得票47%，然后高嘉瑜是40%，然后吴欣岱11%左右。而这整个过程，大家讲到罢免跟选举的投票率一定不一样，罢免通常都低嘛，所以大家讲的25%，那时候在讨论说要不要冷战啊，如果一区可以这样。可是这一次大家都心里有谱，你也很早讲过，没得冷战，一定是全国都热战，而那个热战一定比的就不要再去赌那个25%了，一定赌的就是票要多一票嘛，一定是这样。那你这个过程，再加上所谓的投票率的问题，今年刚讲大概7月8月左右会出现这。最近有人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公投。公投跟罢免如果摆在一起的话，对民进党来说，他可以堂而皇之的吹公投票啊。对，那不就整个投票率就会往上走了？我也是倾向民进党有可能会罢免把公投，因为现在已经有民进党的立委在讨论公投题目了，好像有抛出来说要不要把财划法拿去公投。那如果公投跟所有的罢免一起投票，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有一个好处啦，就是4年前当时4大公投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苏贞昌拿着一个撞球杆，哇，到全台湾去巡回，他那个用的全部都是国家资源，国家资源就可以整个撒下来去推广公投。那同时当然也是拉抬罢免嘛，因为他会冲高那个投票率嘛，然后因为财划法是我们提的嘛。他在骂财划法的同时，那是不是有可能就会加深大家对我们的仇恨值？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冲高投票率，而且可以让行政机关
行政院名正言顺的用国家资源介入这场选举。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盘算是非常有合理。那接下来我们可能8月的时候，7、8月我们就会看到陈时中啊，或者卓荣泰拿了撞球杆啊，到处比来比去。我觉得要拿撞球杆就对了，有可能就是复制那个模式啦。那所以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场，那就是会很热。那如果不是的话，有没有可能就像那个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一样，每个州个别开票？今天板桥完了，松山信义，然后我是觉得不太可能，这大家会觉得太乱了。因为我们为什么选举？本来是每一年都有选举嘛，后来把它改成调整变9合1，然后加上中央大选，就是2年一次，2年一次，因为大家不喜欢一直在选举，选举就是一直对立，所以后来就把它变成2年一次。那罢免比选举更夸张，就是那个仇恨值会更夸张。我们之前选举的时候，我到市场去拜票什么的，也不太会被呛，意见不同，那最多就不理你嘛。现在呢？现在大概10个支持我，就会有1、2个呛我啊。你讲对吗？没有啦，开玩笑。其实碰到10个，没有啦。其实应该反过来吧？反过来吧？那这样就不用担心了。我去市场，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加油的蛮多的，但是就有遇到1、2个呛。有一次我到一个市场去，他是跟着我一直骂。说叛国贼，一直骂我，怕他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就闪很远。但是如果说有的要跟我讨论的，我会跟他讲一下OK， 但是以前不太会。那为什么？因为罢免就是煽动仇恨值。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比如说每个礼拜就一区罢免投票，每一个礼拜又一区罢免投票，这样台湾真的会乱到不行。所以我认为可能中选会会考虑啦，就基于我刚刚讲几个理由，他会公投绑罢免，就一次投票来决定到底是谁留下来。你这个选区刚才那个得票的这些，因为有人讲说你会被列在这里面，是因为赢的票数没有这么多嘛，3000左右嘛，然后那个过程又是萨卡都。那这一次如果进入第3阶段投票的话，你自己评估了？我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我6年来做民代，我是觉得蛮认真的，是因为很多人他不认识我，他就是有时候在媒体上看到我，有开一个真人一个假人，对，那个服务处真跟我服务没有关系，但是被我服务的人，其实很多民众是传讯息给我说，他也找过谁，那个人就没帮他处理，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处理，其实我都有截图，到时候也可以给大家看，我服务是蛮好的，不然我也没办法。议员，我第一次选议员3万多票，我第2次得票率还成长。然后我选上立委，就是一步一脚印，对，靠着我的认真的问政、扎实的服务，才有机会嘛。那我们接下来反正要投票，我们就一样嘛，告诉大家，我们到底做了什么，然后这1年来做了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完成，那争取大家的认同。好，那一样的道理，来，严凤，第一个，元之刚刚讲说，对民党执政当局来讲话，可能会用所谓的公投绑罢免，用这样的方式拉高投票率，你对这个的看法？第二个，刚才讲李彦秀那一区，那一区为什么会在过年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数字出来是让很多人很讶异的。那怎么会冲得那么高？那因为李彦秀也算是在地的资深民代了，从议员啦到立委啦，中间当然有经过一段的中间反复啦这些，可是他毕竟是这样，而且最近讨论他的话题非常的多，为什么？先讲李彦秀好了哈，因为他过去其实担任很长时间的议员，接下来选立委哈。我先给大家看为什么这一次他的联署的罢免书就是突然间的冲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因为高嘉瑜去质疑了李彦秀的财产申报不实的状况。那后来呢，我也去调了相关的资料哈，那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好了。这个先给大家看，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是李彦秀他自己的财产申报的资料，会让人家怀疑的是说，因为昨天大家在质疑说，李彦秀你有没有绿卡？那后来呢，我也去调了相关的资料哈，那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好了。这个先给大家看，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是李彦秀他自己的财产申报的资料，会让人家怀疑的是说，因为昨天大家在质疑说，李彦秀你有没有绿卡？好，你有没有美国籍？他正式发声明说没有，但是他没有讲到他的配偶，好，跟他的小孩，因为他有一个女儿，有没有？那他没有回答，但是去查了他的这个财产申报表，发现说，你为什么在这个国籍上面本来写中华民国，后来你却把它给杠掉，那也盖了李彦秀的章。
那这样子，一般我们其实原资在这边，我们做财产申报都是你认为它有误，你才会去杠掉嘛，对不对？你要更正嘛。那中华民国的国籍，你去把它杠掉，那是不是代表说，其实他们是具有其他国籍的身份？那到底是不是美国籍？那可能要请李彦秀自己来说清楚。他的先生或他女儿有美国籍，跟他担任这个的影响是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质疑他的哈，因为现在高嘉瑜的说法是说他在2016年买了美国的这个房子嘛，价值230万美金，这个是第一间。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又买了一间，也在加州，是161万美金。好，那就折合台币大概是5300万。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哦，这是我今天特别去图书馆找的哈，因为我刚刚讲他买第二间的时间是在2021年。对。那现在看到这个是2016年李彦秀的财产申报的记录哦，他当时的存款台币的存款是354万左右，好，355万，然后他的美元的存款我加总了一下，算起来大概是440万的台币。那你看哦，他2021年就去买了美国的房产，要5300万。那你看他在2016年，他们家的存款加上美元的存款是不到1000万的。那为什么在2021年的时候，你买得起5300万的加州豪宅？我觉得这个是李彦秀本身，他必须要跟社会大众说明清楚，说你的钱短4年的时间，钱从哪里来？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李彦秀的家族财力雄厚，包含他的很多的不动产都是用继承来的。我又比对了一下他的房地产、不动产有没有去做处分，然后把这些钱拿去美国。后来比对了之后，其实他的不动产是没有太多的处分的。OK， 那这样子，你的资金的来源到底是从何而来？是家人的赠与吗？那如果赠与，你有没有缴税？我觉得这些税务的问题、诚信的问题，当然都是李彦秀他接下来要去面对的哦。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觉得他第一时间回答社会大众的质疑的时候，回答的并不好。因为他说他是因为善心，所以去买了这个豪宅。那这个跟当时我们在质疑陈佩琪就一样的嘛，对市井小民，对一般的年轻人来说，哦，原来你出国旅游的时候，你竟然可以善心逛一逛，买房子跟买菜一样的简单。那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个相对的剥夺感哦。那再来就是，当然就是要有科学数据的佐证。为什么李彦秀大家这些霸团们，第一个是对于他的诚信的不满，第二个也是因为在内湖南港这一区的立委的选战，它并不是国民党所谓的优势选区。因为你去看2016年黄珊珊跟李彦秀，因为当时我们民进党是礼让黄珊珊嘛，当时其实李彦秀他只赢了1.87%而已，以得票率来说哈。那再来2020年是高嘉瑜赢了，那只差距都不到3%。那再来到了2024，也就是去年的这个立委选战，是因为沙卡都的分裂。其实当时吴欣岱，也就是其实他也是泛绿啦哈，他加上高嘉瑜的票，其实合起来是大于李彦秀的。那李彦秀当然内湖南港这个选区比较特别，因为它是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里面，它的人口数是少数增加最快的一个选区，代表说什么？因为南港科学园区的关系，有很多年轻人去那边置产，所以呢，年轻人的选票，他们要看到的是一个在国会能够帮忙他们去争取很多的地方建设也好，或者是一些预算也好等等，看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立委。但是李彦秀他现在面临诚信的问题以外，他担任国民党这个党职 ，OK， 好，然后呢，他现在的发言或者是他在立法院里面的表现，都是跟随着傅崐萁变成一个所谓的党的橡皮图章。我想这个当然会是这一次他的联署书为什么会高于王宏威，会高于徐巧芯一个很大的。你要不要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你们会用公投榜
罢免吗？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民进党内部目前我们是没有接到任何的讨论。 OK 那在这个当然也是未来，比如说行政部门他们在讨论怎么样去因应这一场，而且我觉得当然也会去考虑说。用最精简的方式，那人民表达他们自己的诉求，一个最直接的方式，然后再来，也不希望能够花太多的预算。我觉得，虽然很多公民团体去提了这个罢免，但很多的选民朋友也会认为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之下，能够节省国库的支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OK， 现在看起来的话，任俊，吴佩仪是蓝营送出来的第一个，那对大家来讲，对大家都在讲说这个选区也是蓝营一直直接剑指的一个选区，所以某种程度来讲的话，真的很危险吗？昨天钟小平在这的时候，因为媒体上面讲说，如果吴佩仪被罢掉，蓝营可能会推钟佩君，我就问钟小平，上次选不是你吗？为什么这次会冒出一个钟佩君？他说反正姓钟嘛，他比较客气的是因为黄吕锦如不喜欢钟小平。对，我们大家讲说，还是因为党中央有人不太喜欢你，还是有其他一些原因？到底是什么样一些原因？不，这也要罢得掉了。对啊，我觉得前提还是回到这一个啦。好，那中正万华本来因为这个刚严凤讲的那个，其实之前。钟小平坐在这个地方，为了要不要被提名的这件事情，他拖了好晚哦，搞了多久？对啊，他的提名是被拖得非常晚的。而且我认识小平大概也有个几年的时间嘛，那一段时间大概是我看过他最低调的时候嘛。每次被问到为什么，他就一直讲说，还在协调，还在协调啊。就是当然，国民党在地有在地的问题啦啊。但他其实对于罢免的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成为说哦，这个吴佩仪能不能被罢掉？其实没有影响，其实没有影响，所以我必须讲，就是说，现在对于这些刚刚提到说有几个地区哦，说因为得票数的差距变得很小，所以他可能比较容易被罢免这件事情哦。可能对于被罢免者来讲，他要另外遇到了一个问题，其实当时在谢国良的时候真实有发生过，也就是对他的这个支持者来讲，你说我赢了5万票，好，我现在讲赢了，我要总得票数5万票，当我进入到反罢免阶段的时候，当时愿意投给你的5万票，愿不愿意在这个阶段5万票站在你身边，很难，很难。谢国良例子很清楚嘛，他花了多大的力气，到最后做了一件事情，是要告诉他的选民宣传说，不好意思，你要出来投票，你不是不投票就算了。对，因为对他选民来讲，我的罢免我的麦克积极的啊，我就不要支持他就好了。那问题是不支持他，就相对来讲，你不支持罢免。对被罢免的来讲，也代表你不支持我啊，因为我需要的是你出来，所以你要提高那个门槛的过程当中，其实老实讲，它是一个两面刃啊。对于被罢免者来讲，他需要去鼓吹他的这个支持者，所以你说对大罢免来讲，其实老实讲，对特定选区的人来，像叶元之这种元之的这一种大罢免，对他不见得不利啊，对，不见得不利嘛。就当所有人的气势往上，大家都出来啊，所以我如果没记错，元之还有提过那议员呢，现在往下要拉到议员吧？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唯有这样，你的组织才有办法动，否则你要靠自己啊！被罢免者开什么玩笑啊？难道你只面对到比如说国民党好了，你在这个选区里面被罢免，难道你只要面对罢免你的那个不同的政党吗？没有吧？你自己政党的大家也要对吗？不然为什么我现在在回答钟小平那一题，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跑出钟佩君嘛？所以我现在在回答这一题，就你还有党内的问题要去面对。当你选举的时候，这件事情会比较简单，因为选举就是党里面大家互相协调完了之后，反正我就是拿到这个权利嘛，那你大家愿意都支持我，党内其实是可以做沟通跟协调。但你要被罢免的时候，诚如刚刚所说的啊，刚刚将军讲说。我就是不希望他当选啊，我就不希望他留在这个位置上。那你换个别人来，我反而愿意投给他，所以他的结果会变成是他可能没办法改变席次。但问题是，对于被罢免者来讲，他有来自于的压力，其实不在于只是敌对了。我自己内部会不会有人也等着？阿不利都来啊，反正把人外票嘛是国民党的，就是国民党的呀。任俊刚讲的这个例子，我突然想到，前几天为什么有讲说？国民党内部有一个在准备的备案，万一，我讲了3个万一。我有看到。如果是你真的被罢掉，就是新北的新闻局长，他可能要披挂。为什么现在已经连这个备胎都要找好了？真的有这回事吗？但那个有人去问他本人呐，是说没有这件事情啦。但是我有去看那个写
这个新闻的记者，那是跑绿营的啦，所以不排除啦，是有造地方人士又是民进党造谣，我觉得可能性非常高啦。又是民进党我觉得可以，策略，因为侯友宜也否认了嘛，然后他本人也否认。那民进党的态度当然就是故意要营造一个气氛，就是叶元之连国民党都不理他了啦。你看侯友宜都已经找我备胎了，然后让我腹背受敌嘛，就其实这也是他策略的一环。没有，我觉得这样子对于那一个记者其实蛮不尊重的啦，因为我觉得那个毕竟是人家的专业，或许他有你们国民党内部的他不是代表跑绿营的线的记者就全部都是为我们绿营而对啊，又不是领我们民进党的薪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讲其实对当事人不公平。OK，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将军，当黄昌他们直接讲说，白营的人在如果进入大罢免，会去帮蓝营的人站台，那个站台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正向跟负向之间，你觉得会怎么样？那负向大，你觉得负向大？负向大。为什么你觉得会负向大？另外一个是。韩国瑜在27号的时候，韩国瑜跟张善政要合体到桃园去吃春酒，吃春酒。对，某种程度算故装吗？就是帮这些桃园可能会面临到罢免的这些人吗？所以表示韩国瑜也出手了吗？我先讲黄国昌的问题哦。黄国昌如果出来帮叶元之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啊，他也许会答应啊。可是我是建议元之好好考量一下。元之会答应。我建议他好好考量一下。你是说他黄国昌来帮你做反罢免，已经愿意了吗？对他如果愿意来，你愿不愿意？我愿意啊。对，但是你觉得蓝白营支持的力量大啊？对，我想元之单纯，而且也老实哈。我告诉大家，可不可以罢免黄国昌？当然不行。那讨厌黄国昌的人多不多？多吧。那不能罢免他，我就罢免你。不要跟他绑在一起啊！我跟你讲，投票的时候是说蓝白合啊。民众党没派人出来，那就投国民党，这叫加分。那你罢免的时候是仇恨投票，那黄国昌一来，我不能罢免黄国昌，我看这个人就讨厌，然后你跟叶元之站在一起，我就罢免你。所以我真的是诚心建议哈，因为对于国民党来讲，操盘的而言哈，叶元之这样讲你不要生气，叶元之有被罢免了，选上的还是国民党，国民党没差，国民党没有差，还是国民党的席次，只是叶元之不当立委了，换一个人立委，对国民党整体来讲，对傅崐萁来讲没有差。我席次没掉，可是对元之来讲就伤大了。他回头去选议员呢，还是要换一个去选立委，他很伤所以你不要再提他当对，所以我坐旁边不知道该没有，所以我才说元之要考虑一下。黄国昌就谢绝他了。你先去帮王宏威，你去帮徐小新，对，就不要来帮我。还叫他去？对，这样，因为徐小新跑去他那边给他直播嘛，那就让黄国昌这礼让女生哈。那另外我讲到这个哈，这个我觉得。因为今天牛许婷讲了，他就说各县市的国民党的从业的这个市长或是县长，应该跟张善政一样，勇敢的表达，我会动用市府的力量，全力支援这6个市桃园的立委。我那天在桃园团拜的时候，张善政有到，我是没有听到他这样讲，后面他们转述我这样讲。可是如果张善政这样讲的话，我说句实话，对这6个立委不是好事。为什么？你是桃园市民的市长，你不是国民党的桃园市长，你要做的事情是嘉惠桃园所有市民，包含蓝绿白，你不是只有服务蓝的选民。然后里面他也说了，这是牛许婷转述的，他说张善政说，如果把这6个罢免了，桃园市可能找不出更好的人选。哇天哪，这得罪多少人啊！你是桃园市民的市长，你不是国民党的桃园市长。你要做的事情是嘉惠桃园所有市民，包含蓝绿白，你不是只有服务蓝的选民。然后里面他也说了，这是牛许婷转述的，他说张善政说，如果把这6个罢免了，桃园市可能找不出更好的人选。哇天哪，这得罪多少人啊！你知道桃园市有多少优秀的蓝绿白的政治人物想选立委？只是没有选上而已。你这样子一讲，不是把那些人全部变敌人啊？除了这6位立委之外，其他都不够优秀，都不够格，都不能当桃园立委，只有这6个可以当。这是提油救火吧？所以因为我没有亲耳听到，是报章杂志还有牛许婷转述的。因为我当时在市议会，张善政讲我没听到。另外这一个这个应该是国民党桃园市党部办的春酒。因为他这里面这样写说，第2行即将举行的桃园市春酒聚会，这不是桃园市的，是国民党桃园市党部。对，否则的话怎么会只请蓝营的人？
那一定会请无党籍的啊。桃园市你不请绿的吗？不请无党籍的吗？一定会请。所以这是桃园市党部的。另外，它里面写说与国民党的众位政治明星同欢，就表示国民党是市党部的。那这样子我可以接受。如果是用桃园市的行政资源来办这个，没有人接受啊。这刘许平办的。这个我知道，但他这个后来他想说是桃园市党部啦，以桃园市党部来请的，那这样可以接受。千万不能用桃园市政府的资源去干涉整个公民的罢免行动，这样子会害死张善政啊。所以我是因为那天我真的没听到，我没有听到张善政讲。如果张善政有讲的话，赶快出来澄清。然后这是国民党桃园市党部的活动，那张善政是国民党员嘛，所以他是用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那么这个酒席间或者是互相打气取暖的话，不要拿到台面上讲。OK， 因为他是桃园市市长，他不是国民党的桃园市长。根据是柯文哲在狱中地状直接开骂钟小平。为什么直接开骂钟小平？这当然是不满说钟小平有，因为他告了他4个案子。对，然后还不告4个案子，老实讲这个没什么啦啊，因为这个就是针对新闻时事上面，但他其实去告钟小平的那一块地状的那件事情啊，是针对钟小平另外个人的言论包含到说什么他收贿3、4亿啊，这是一个。另外说什么钟小平有收钟小平说什么他收了1500个比特币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是说什么他污蔑说这个柯文哲传什么奇怪的讯息去给这个女记者。那因为钟小平，我如果没记错的时候，事实上对于那个什么讯息的这件事情他后来有被问到，他说他也没有很确定或干嘛，他看起来有稍微的改口但我觉得民众党就抓了一个理由啦意思就是说你钟小平今天这些你也没有证据大概就是抹灭柯文哲的人格。大概都会从这个方式来着眼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钟小平讲的那些话，那他自己本身他要去承担这些事嘛因为说实话，他们觉得人格没有。但我就觉得民众党在这一段时间对于柯文哲案的所有的辩护，都来自于是柯文哲是被人格抹杀。对。但除了人格抹杀这种比较形而上的这种说法之外，对于比较大家摊在这个阳光下面可以被检视的。看起来是民众党不回应，譬如那个纸条被撕成16块，然后陈志涵的回应是说，垃圾桶是当做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吗？是这个意思包含柯文哲说我们家那硬碟对搞不好就网络上下载下来的档案谁知道谁都能下载嘛就也听不懂在说什么但因为你刚刚提到纸条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有趣是个纸条啦，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说纸条最早有被媒体拿来报道的是说那个什么金华 Orange 出境嘛如果大家回忆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媒体是怎么写的？是讲说那个印下去的，然后结果后来被我们那时候还大家讲说是那个对小时候玩的对吧？我记得一开始是这样讲这个嘛，是不是？然后我们还有在讲说，那时间也很怪啊。中间过程都没有人再用过那个便条纸，是啊，对，这很奇怪。然后还有讲说什么刑事局开什么玩笑，调查局怎么可能用 B4 铅笔涂呢？是什么高超的鉴识还原技术后来发现到说，等到那个开庭的时候，视察报说没有啦，不是啦，那还有什么高超的技术就刚好没撕到就刚好没撕到这个。现在发现到不对检方手上有的东西，其实超过于过去媒体所报道。也就是您刚特别提到那纸条上面，因为它不是只写一件事情，它还包含了1、2、3、4、5，什么木可内账啊，什么都在里头。对，木可内账那一块我跟你讲，那就麻烦了，因为他直接因为柯文哲被问到这件事，我都说柯文哲最近在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傻白甜。民众党也在扮演傻白甜，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对于大家现在讲的那个形而上我都不讲什么人格抹灭或者老实讲，司法定验完了之后，如果他今天真的有罪，那也没什么人格毁灭的问题。那如果没有罪如果无罪，那检察官出示的这些证据，那代表他没有说服庭上，他也不代表有污蔑的这件事。我想大律师在这边了可是当木可的这件事情在一张纸条上面叫做木可内账那问题就来了柯文哲，你们是怎么解释的？民众党怎么解释的？木可是个独立的公司柯文哲说因为很多人找我们做竞选小物，我都会背了，你知道吗？我们没办法回答。那请问为什么木可的内账柯文哲要在那边写？包含金华 Orange 出境的这些也写在这里面嘛你还记得那时候柯文哲是怎么解释的？没有不是 Orange 是 Orange 安排。结果后来柯文哲在羁押庭上面是不是被拿来说那你要安排家人出国这不是你自己弄出来李文忠太高调
我也想问一件事情啊。当后来我刚刚讲说欧仁局出国的这件事情啊，你看到昨天的媒体报道是怎么写的？他说柯文哲是说哦，那个在搜索的时候哦还庆幸哦，所以他在讽刺哦，那有一个写法是这样。但我先问一件，橘子的这个名字什么时候被浮出台面的？搜索的时候没有橘子这个角色啊。一直到中后期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到原来有个橘子。那请问柯文哲这为什么会在被搜索的时候还好庆幸橘子已经出国？你告诉我那个逻辑在哪里？他好几个东西点都写在这同一张纸条了上，你可以讲说柯文哲可能在思考案情，可能在所以他把1、2、3、4、5写下来。但问题是我刚为什么讲傻白甜？第一个对这些东西所有人装傻，不知道。第二个白什么你知道？他们在洗白。第三个柯文哲他们现在扮演什么角色？正向的力量，哎呀，支持者看到哦，好不舍哦，大家都要努力的继续往前做。可是他没有助于厘清现在外界对于这些已经摊在大家前面，尤其我为什么讲摊？因为起诉书已经出来，起诉书里面所附的这些附录里面都是呈堂的证据嘛。现在看起来的话，田凤，不管是柯文哲这件事情，刚任俊医师讲说整体白银上面来看的应对的模式。或是最近大家在讨论很多壮世代、吴春成的这些事情，其实很多人在问的是说，除了吴春成做的前面先是什么公益无偿，然后接下来是要抛弃所有这些，可是大家要问的是，那黄章代理主席整个政党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你觉得他们在处理这些包括危机啊，包括所有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态度上面你会怎么看？我觉得现在民众党他的这个处理危机跟过去柯文哲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大概就是这个5部曲这个是我整理的。第一个是说谎，再来串证、卸责、造谣、斗争。刚刚任俊哥在讲说那个纸条1、2、3、4总共4点嘛，刚好就是这5部曲。好，大家应该先去想说，为什么那一个纸条这4点，其实就是2个案子啦，一个叫做政治先进嘛。另外一个叫金华城嘛，那为什么柯文哲当他要在这个纸条上面写下这4点的时候，会把政治现金跟金华城案写在同一个纸条上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第二个，我为什么讲说谎，然后呢串证？当然你叫那个 Orange 出国，其实就是一个串证跟灭证的嘛，哈。然后呢，我讲造谣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当时他在纸条里面有写到把高雄国宾饭店拿出来嘛，好，第4点嘛，他说当时呢，他还把陈其迈的名字写出来，他说国宾呢拿到1140%的这个容积率，我就做了这个表，其实观众朋友看的就非常的清楚，黑根本的是跌哥到菜多嘛。国宾他是42年，金华城是18岁的少年家，根本就不符合都更嘛，这大家都。也不符合围老，大家之前都讨论过了。他当时呢，国宾就已经是商务的用地了，它本来的容积率就已经是840%。那金华城它只有商3，它是560%。那为什么国宾可以拿到最后就是840去乘上这个36%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围绕重建的奖励，再加上一个规模的奖励的10%。问题是金华城你完全不符合，然后台北市政府却自创20%的容积奖励，这个是邵秀佩作证都已经可以证明的哈。那大家可以看到，那时候我们在讨论金华城的时候。陈志涵还怎么出来辩护？他甚至拿新竹马街儿童医院的例子来打金华城他说我们根本就是在乱讲，这更离谱了。那时候新竹的马街跟金华城差那么多，马街它是高等行政法院都已经判没有违法了，结果金华城案现在是被起诉涉嫌图利、涉嫌这个可能还有收贿的问题嘛，而且。马街医院它是 BOT 的案子，它是符合社会公益的。那你金华城的案子是财团的私人财产，是拿来盖商办，以后获利的都是沈庆金及他旗下的这些财团。那你怎么会拿这个来对比？ OK。这更离谱了。那时候新竹的马街跟金华城差那么多，
马街它是高等行政法院都已经判没有违法了，结果金华城案现在是被起诉涉嫌图利、涉嫌这个可能还有收贿的问题嘛，而且。马街医院它是 BOT 的案子，它是符合社会公益的。Okay. 那你金华城的案子是财团的私人财产，是拿来盖商办，以后获利的都是沈庆金及他旗下的这些财团。那你怎么会拿这个来对比？ Okay.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民众党他现在即使黄国昌接下来要接他们的党主席，但是他下面用的都是同一批人。我相信陈志涵他们这些人当时在危机处理的时候是怎么告诉柯文？因为柯文哲又不是笨蛋，他智商157耶，好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讲说，民众党他过去的危机处理的不好，那就要看黄国昌他未来正式上任了之后，这些人下面这些人一级主管他会不会换？请问一下。你们劳动部跟文化部对于壮世代这些还会再往下做一些什么壮世代的一些对接会议吗？还会吗？这个其实今天吴思瑶委员他有出来解释啦，他说当时现在在网络上面流传那个文化部的那个公文的开会记录，其实那个时候是为了是为了想要去跟文化部去做沟通，然后呢去讨论说这些预算到底要怎么把它保住。后来这一个会是连开都没有开的，好，所以我觉得当然。很多的预算，只要有关壮世代，他们去把它冻结，他现在用这个理由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吴春成他为了他自己的壮世代的梦想，然后透过立委的职权去影响行政部门的执行的这件事情，我想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OK， 平时黄昌有媒体问到说2026，然后跟国民党之间如果有整合协商的机制，他不排除。然后也有人在讲说，会不会利用这一次可能大罢免之下，白营总是有他们的力量在，那跟蓝营之间某种程度是可以去画 again， 要不然哪个地方拿来换啊，新竹啊，然后新北大家要协商啦，或什么类似这些，你们会同意吗？其实我是觉得，因为还没有到那一步啦。因为黄国昌他接受访问，大家看新闻是觉得说，哇塞。黄国昌居然说，如果有协调机制，他愿意加入，是不是在跟我们叫牌？后来，但其实不是，是因为他去参加一个广播媒体的访问，然后主持人问他的说，你要不要选市长？他是说，不一定啊，对不对？他到底要全国辅选还是挑战略区自己下去选？他都不排除。然后主持人问他说，那你要选的话是选哪里？他说新北市。那如果说国民党要跟你协调，你要吗？他说好啊。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被引导出讲出这些的话。以黄国昌他不想答出这些话很容易吧？但我觉得，因为现在蓝白的气氛比较好嘛，所以其实我说你非常希望他替你站台，也不是跟我个人没关系，我是单纯评论，就是说，因为蓝白气氛比较好，我觉得他不会一下子就把话说死啊，一定会保留一个跟国民党合作空间。可是就新北来讲，我自己觉得难度比较高啦，因为我们新北现在自己都摆不平的，我们一堆人要选啊，对啊，怎么一堆都要选，怎么可能？会去协调，而且更何况就是他是说，如果有一个协调机制的话不错，可是问题是这个协调机制到底是什么？因为去年已经玩过一次了嘛，那今年到底要用什么机制？民调吗？去年是说柯文哲前年对蓝白合那一次嘛，对啊，2023，对啊，这个其实都有技术性的问题啦，所以我觉得可能性真的不太高，但我觉得黄国昌是不是真的会下来选？我觉得不一定哦，因为他的话其实是讲很白哦，他说。如果他只去单区的话呢，那他怎么全国去辅选？但他现在的身份跟之前不一样，他之前是责任区在新北，但他现在责任区在全国，他党主席的话，对他党主席啊，而且他在很多地方是要成立议会党团的，议会党团意思就是这一区起码要3个议员，这个责任其实是还蛮大的，而且他都夸下海口，他一定做得到。那所以我觉得他会把重心，2026会把重心放在全国辅选。那他会不会在一个地方选？我觉得其实跟之前比一样啊，可能性降低了。你自己评估呢？因为如果现在你看他直接讲宜兰 ，OK， 他宜兰也直接点名了，他们的人是最适合当县长的人。那国民党那吴宗宪到底该怎么办？新竹本来就是白银的本命区。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多利用这一次大罢免风潮之下，黄昌你很清楚，你不管你们大家讲我白银现在有10%、有8%、有几%，我总是有这一股支持力啊，要不然我去站台，你们也不会要。如
果他只去单区的话呢，那他怎么全国去辅选？但是他现在的身份跟之前不一样，他之前是责任区在新北，但是他现在责任区在全国，他当主席的话，对他党主席啊，而且他在很多地方是要成立议会党团的，议会党团意思就是这一区起码要3个议员，这个责任其实是还蛮大的，而且他都夸下海口，他一定做得到。那所以我觉得他会把重心，2026会把重心放在全国辅选。那他会不会在一个地方选？我觉得其实跟之前比一样啊，可能性降低了。你自己评估呢？因为如果现在你看他直接讲宜兰 ，OK， 他宜兰也直接点名了，他们的人是最适合当县长的人。那国民党那吴宗宪到底该怎么办？新竹本来就是白银的本命区。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多利用这一次大罢免风潮之下，黄昭你很清楚，你不管你们大家讲我白银现在有10%、有8%、有几%，我总是有这一股支持力啊，要不然我去站台你们也不会要。那这些风潮之下，我现在跟你叫板，总好过罢免风潮全部都过了，我再去跟你叫板，你怎么会理我这些？可是这时候国民党会接受这些吗？我觉得国民党很难接受，就是说表面上一开始应该都不会接受，我就会像新竹是自然形成的，好，自然形成，高虹安就变成这个就弃国民党自己人，然后又去保高虹安嘛，那你要公然就说，因为他们这么大一个党，每个县市都有一个组织存在啊，那不都有人选，而且是人选，大家都真的讲对，你要摆平，你要怎么摆平地方，而且你选县市首长就会影响到你的县市议员了，这个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很难啊，而且黄国昌现在志在县市首长吗？人家没有，好不好？总统吗？对啊，人家说那你们还是谁说2027年那个田就会长出草来了，不是吗？所以啊，而且他内部有很多人也是，譬如说蔡壁如，现在他们在选党主席嘛，内部的声音就很杂，就说那你做主席，然后蔡壁如做副主席，那蔡壁如做副主席，他的条件是什么？他是要在这个各地比如说台中、彰化什么都要散播出去，这个东西，那这跟蓝营的根本上有基层的一个冲突嘛。所以说，即使蔡壁如没有当上党主席，但是党内一定是分两派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所谓统一派跟这个所谓蓝营达成协商，在客观事实上面，国民党有意见，在内部上面意见也蛮多的。所以我觉得蓝白合当然就是你罢免的时候可以合作一下，然后可是空出来的东西搞不好就没有办法合了，因为搞不好我白银也可以选啊。那所以到目前为止，蓝白合在立法院运作是最顺畅的。可是你一出立法院要真的竞争所谓的席次或这个基层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矛盾自然就会产生了。OK， 在未来来讲的话，这整个大罢免风潮，当然大家还是在等着看。不管是蓝营或是绿营之间，最后会送出多少份啊？应该讲，民团啊，或者说蓝营之间到底会送出多少份？因为国民党已经直接讲要以战止战。现在看起来的话，未来真的会立法院会一片的腥风血雨吗？那对于白银在这里面会扮演什么样一些力量？所有的一切，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妹子们，我们明天见，拜拜。